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首先就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有一句话不是说这商人1万自损8000吗？美国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它的关税战看起来好像蛮有成果，川普也得意洋洋，但是现在他们的局势其实不太乐观。我们首先看到川普对内来开刀这个美国的 CBS 新闻网跟川普政府现在关系很紧张，所以执行长麦马侯已经辞职了。好，那川普也基于去年总统大选前访问民主党籍候选人贺锦丽的相关内容，控告拥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媒体巨擘派拉蒙，说要求赔偿200亿美元，哇，这真的是一个天价。好，我们要看到说川普现在要对贺锦丽下手因为川普认为他将对其2024的竞争对手贺锦丽展开重大调查，而且还指控贺锦丽花钱寻求名人支持，这违反了法律他都不违法，别人都违法。好，那川普现在也有这个白宫的公开声明指出说，他认为这个穆迪下调了美国信评没有办法反映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跟长期信心。那 CNN 也分析说，如果华尔街再现了美债的这个抛售美国潮的话，这局势恐怕不乐观。好，这是 CNN 的报道，他认为说，对于政府赤字持鹰派立场的人士指出，穆迪降级应该被视为说对美债沉重以及难支撑的一个警讯。倘若现在这个华尔街再次掀起了抛售美国的浪潮的话，局势恐怕就不会乐观了。好，那当然关税现在是不是害惨美国呢？我们看到资深投资人估计说，关税可能会使美企的每股盈余锐减30美元，所以最糟的情况之下，标普500指数恐怕会跌破4000点最近看起来这个美股也算是起起伏伏的那个是不是有一些讯号出现了呢？那摩根大通的 CEO 戴蒙则认为说，美股收复对等关税以来的失地之后，现在市场好像很自满，通膨又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一个停滞性通膨的风险。好，停滞性通膨就是说经济衰退，通膨又上升，这发生几率可能是市场预期的2倍高。那川普的这个减税神话，哇，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办法来完成所以经济学人也说了，美国其实根本收不到这么多的关税所以不应该把政府的预算跟中国来进行挂钩。好，其实就是因为川普他的一个伟大的理论他认为说，美国只要靠关税就可以运作了，所以后来他不是有宣称说，如果关税能让这个能收得好的话，就可以让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的美国人完全免除所得税所以经济学人认为说，这是他的想象，川普这次恐怕得面对的是上兆美元的失望。好，我们再来看到就是晶片了。现在晶片对于全球都很重要。好，我们就看到说，中国商务部现在警告美国，如果对华为 AI 的晶片管制严重的话，就会破坏我们之间的一些贸易共识那美国的商务部现在因为废止了拜登时期通过的一个实施3等级 AI 的晶片管制，转用一个新的管制来取代，所以中国大陆就有一个警告说会破坏美中的共识。但是中国大陆这边也觉得说虽然美方你对我们华为的 AI 晶片升腾的说法从违法改成了一个风险警告，但歧视性的措施跟扭曲市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所以他认为美方应该立即的纠正错误，否则会采取一个坚决的反制形态。好，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美国对于晶片是有禁令的，是不是也反而让华为越来越自立在自己研发当中，反而是异军突起了吧？我们看到华为它发表了2款全新的笔记型电脑，是旗下首批搭载自主开发作业系统的鸿蒙它的笔电产品，而且不仅代表华为在笔电市场的一个重大突破，甚至也被视为对美国技术封锁政策下的一个战略回应。所以现在它是加速自己的
衰落吗？纽时的评论认为，中国人的世纪可能悄悄来临哦，因为现在随着中国科技业的强劲崛起来临，那因为川普政府自己削弱国力嘛，而且还是加速的前进，所以他认为，如果美国不改变方向，恐怕就会严重衰落，那中国就会主导高阶产业跟全球供应链的局势。哇，这是不是我讲的嘛？这个商人1万自损8000呢？教授，美国可能已经不止自损8000了，那是自损11000。我觉得它应该是超过1万了。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先看一下您前面谈到的有关于他们开始对于内整肃异己。川普当时卸任的时候，官司就产生了。那当然也跟拜登有关，跟民主党有关。那现在很明显的，这个川普也利用这个司法制度，把这个司法制度当成一个工具，来去对于他前任的这些政敌也开始进行整肃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报还一报。当时我们就一直觉得说，对于卸任的国家元首，除非他真的有做违法乱纪叛国的事，通常不太适合你使用司法制度，利用司法制度来去追杀，一般都不会这样做。像我们台湾，例如说你对于马英九卸任以后这样的一个追杀，这个都是不对的事情。也就是你利用司法制度去追杀一个前任的总统马英九，只因为他当初不肯特赦这个陈水扁，这不应该这样子的。因为陈水扁的贪渎案是国际公认的，是联合国的反贪腐的机制把这个贪腐的事件送到台湾来，那他是依法行事。可是问题就在于利用司法制度去追杀一个前任总统，那这个是很不应该。那结果发生在台湾，也发生在美国，而且发生在拜登时代。现在川普也利用同样的方法在对付这个拜登时代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包括他的副总统。我觉得一报还一报，这个都是浪费的，而且是羞辱了我们的司法制度，不应该这样做。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关税，关税本来应该要稳定，因为你关税如果你把它当成武器，起起伏伏上上下下随便可以变动的话，那你所有的企业它无所适从，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台湾在很长的时间都是做代工，我们的代工的利润很低，有人才赚5%，了不起10%都很高了。你一个关税拉到20%，那我等于是血本无归嘛。货币如果过度的波动，关税当武器这样波动，你会让厂商企业他很痛苦。那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的，我们看到川普把这个关税当武器的时候，他以为他这个就可以让中国大陆屈服，中国大陆没有屈服啊。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自己本身的经济开始受伤了，因为所有世界各国的货品进入美国的时候都有10%的对等关税的基本数，那也就是说所有的商品的价格就往上拉了。然后另外没有办法去承担的，他就不卖进来了。美国最后一定会商品价缺商品，老百姓消费者买不到他所需要的足够的商品，价格往上走，物价通货膨胀，然后美国的商品往外卖也不见得卖得出来，因为当大家的经济都萧条的时候，你美国的服务业、服务贸易的本身的营业额也会下降，所以你影响的是全世界的经济，这个全世界经济再反过来吃你美国，你美国就更往下走。那你华尔街到最后对于债市不信任，政府的公债越来越高，债信有危机，然后经济情况越来越糟，开始在抛售，我们看到整个经济就往下走了。接着美国又干了另外一件也不应该做的事，这是从拜登开始一直到川普都在做的事。其实很多科学家、很多的工业界的人士都告诉拜登，拜登不是川普，都告诉拜登，你不能够用科技战去打压中国，因为你只会逼着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不会屈服的。中国大陆的科学家这么多，聪明人这么多，那他不会屈服的情形下，他一定会突破，因为他的压力逼着他要短时间内突破。结果我们现在看到，几乎所有的科技都突破了。现在的情况是微软有危机了，因为鸿蒙系统出来的时候，在个人的电脑还有笔记等等开始推动的时候，
都已经不再用 Word 系统，Windows 的系统都开始取代，全部都用鸿蒙。我个人觉得，整个电脑都是中国所制造的天下，那未来中国卖出去的里面的作业系统都是用自己的，你买还是不买？好，确实这是一个需要看到的问题哦。我们接下来问苑教授。主持人讲说伤人1万自损8000啊，我对后面自损8000是绝对肯定的。这前面是不是有伤人到1万的话呢？我真的蛮怀疑的，哈。我必须要前面讲啊，就是说美国本来真的是遥遥领先，美国在整个世界当中，在我们3个人的成长的年代当中，美国的国力啊，真的是如日当中啊，是遥遥领先，没有话讲的啦。因为我们自己都非常清楚嘛，我自己原来一直读教会大学，这个都非常清楚。但是呢，我现在先强调分开2部分来讲啊。首先第一个，这个美国自己的话呢，美国真正的长处啊，其实是4个，就是美元、美金、美国梦以及美国的形象。美国的形象最重要是来自于好莱坞啊。美国本身的话呢，当中的话呢，美国有名人效应。所以说那个时候呢，美国的好莱坞呢里面产生的一个现象呢，刚好呢跟美国的保守势力呢产生了一个对峙的感觉。大家可以知道嘛，最近坎城影奖在颁奖的时候呢，得到终身成就奖的话呢，是里奥纳多跟那个罗伯特·尼洛嘛。他们2个在一起讲的时候，把川普就狠狠的骂了一顿嘛。因为他们这个本身来讲，好莱坞对于美国的形象以及对国外的影响势力的话呢，都是非常大。我们是因为这些形象，所以对美国产生的信心。有那个美国梦，然后觉得美国梦当中包含了美军，也包含了美元。说句良心话，如果没有这几个形象的话，你辛辛苦苦跑那边去干嘛呢？对不对？美国大家都去过，也知道就他有他的问题在。但是呢，川普本身呢，他这个在破坏美国的形象，可谓是不遗余力啊。因为大家要知道啊，就是说川普呢，就是注意到凡是反对他的人呢，他一定要报仇。那贺锦丽的话呢，首当其冲要报仇 ；CBS 的话呢，首当其冲要报仇。川普现在为什么要针对于在国外拍的美国电影要加100%的关税？就是因为美国电影从来没有在美国国内拍的。大部分都在国外拍，以前我们看的西部片都在意大利拍的啊，大家知道那个克林伊斯威特他们都在意大利拍的美国西部电影啊，为什么呢？拍的电影便宜啊什么的。美国本身来讲，因为成本的关系啊，还有美国非常多的电影啊，那个什么，还那个什么在张家界拍的那个什么阿凡达什么的，这些大家都知道。现在要抽100%的关税的目的，就是要消除他们的民主党，对，讲的太习惯讲消除民主党啊，这个力量反正不会支持他的嘛，对不对？那这个是他破坏自己的形象，这个我们不管。另外的话呢，我觉得确实是美国自己这个关税的话，然后点名像华为的公司的话呢，逼到中国世界。我说句良心话，本来中国是韬光养晦啊，一步一步慢慢来啊。但是现在的话呢，一逼的情况下，最近这一集从2025现在到了5月份。2024年底到现在，大家仔细看里面所有的消息，有关军事科技啊，有关于新能源车啊，有关于大陆的产业结构啊，有关于军事上面的发展了陆海空太空这一切的发展当中的话呢，这个我们在我们这个哲学领域当中叫做典范转移啊。就是说，川普现在这个做法的话呢，对华为的制裁，尤其是对于升腾的芯片的这个制裁啊，对于华为逼他自己要用自己的鸿蒙啊，以及用这个华为的手机啊，使得他本身不得不做一种最后的一种冲刺，最后的一个努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要告诉大家讲一件事：中美之间比较起来的话呢，的工作态度是很不一样的。中国人的话呢，充满了危机意识，而美国的话呢，充满了老大意识。这个老大跟危机在一起一比较的话呢，大家要知道胜负。所以为什么这里头有人讲说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里面会提到中国世纪这个概念？因为这一次大家从最近的印度跟巴基斯坦的问题一出现了以后，哇不得了啊！那个战机被打完的，最近得到的那个是6-0啊，不是5-0啊，最后打到一架是这个好像是幻象2000也被打下来了。我当时5月7号听到6-0的数字，我吓了一跳啊！我以为是《笕桥英烈传》又来了，他搞了个半天啊，原来是巴基斯坦。大家要知道，巴基斯坦原来是被打的，他们前面打过4次，巴基斯坦都不是印度对手啊，人数差了6-7倍啊，然后经济的发展差了6-7倍。那现在的话呢，突然扬眉吐气，所以说巴基斯坦人的话呢，用白色的衣服排了一个图形啊，叫做 Thank you China 啊，说明了一切。是，好，将军。我觉得美国跟中国的竞争现在在经济上面来讲的话，大家这个不相上下；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中国极可能超越美国。现在美国之所以能够继续维持它的霸权，
靠的就是必须要靠科技，在这一板块上面来讲的话，大概还在领先中国。所以说，美国不得不采取在拜登时代所谓的小院高墙，也就是说，他小院就是他只要这个范围里面，这个限制。那个时代就是说，美国来讲的话，有他自己本身的科技的产品，不允许你卖到中国大陆哈。但是这个小院他发现说是这个院子不够，院子越来越大，现在是大院铁墙哈，这个围的要越来越严密，堵得越来越严格。所以看到以前来讲，大概美国自己制造的产品，这个科技产品不让你卖到中国，但现在包括你中国的产品，它也不准你全世界国家在用，我觉得这真的很过分这真的是所谓的常被管辖哈。所以华为的生成 910B， 它原来说全世界各国你都不可以去用华为的 910B， 你管了人家国家要用什么晶片，对不对？而且他说是违法。但是现在来讲的话，经过谈判，口气稍微软一点了只能改说有这个维安的一个顾虑，采取这种但是中国来讲的话，绝对以此不会满足。我想说，后续中美两国在这方面还可以谈判。当然，华为它刚开始这个 Windows 系统不给它用的时候，它确实是被卡到脖子那它必须要逼着它自己要发展自己的作业系统，所以鸿蒙就应运而生。那刚开始推出来的时候，大家业界也很多的怀疑。因为大陆来讲的话，用手机的将近有4亿的人口，用笔电的也有3亿人口。你叫他们把这个里面的原来电脑的作业系统全部改成鸿蒙，事实上有它的困难在所以，但是结果没想到今天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华为它的笔电，它现在卖的系统是卖多少钱呢？这个卖的系统是2万块钱一台人民币一部这个笔电，结果。这个大陆上面怎么反应呢？10万台币，就2万人民币。你知道大陆怎么反应呢？说卖太便宜啦，怎么可以卖那么便宜呢？可见的说，你这个作为把大陆很多的这种民族的情绪撩拨起来了。所以包括哪有说是人家卖东西说2万块，你说卖便宜的？第二个我讲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华为推出它最新的手机叫非凡大师那今天推出来还没有正式卖。它只是上线而已，预售15个小时已经有5万人已经在预购了，所以卖得很好。那这些都是用的是鸿蒙系统嘛，所以原来大家所顾虑的说是会不会说是系统的转换改成用鸿蒙，很多人可能要做调整，他会不适应，他甚至要更换新的手机，不然他还没办法用。但是我觉得从这2天的销售量看得出来，它已经应该是成功了，华为应该是成功了，没问题。会成功，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啦。第一个，当然它自己本身的科技含金量很高，人家老百姓才会用嘛。那第二个就是整个民族情绪撩拨上来，所以我觉得 Windows 现在来讲很急的推出它的子系统，想要跟鸿蒙对抗。但是我觉得，当你这些动作做出来以后，你想要在这一块再捞回你的市场，在中国这个大陆里面来讲我觉得你很难了。好，对，有时候美国的这个强力反而是让中国出现了一个突破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来关注到的是中国跟印度、巴基斯坦这边，因为呢，现在中巴的关系相当的紧密，我们就要先看到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这个战局嘛，因为现在已经停止了，但是这局势还是蛮紧张的。巴基斯坦的外长19到21号要到中国大陆来进行访问。好，这是印外交部长王毅，也是中方这边的邀请。巴基斯坦的外长呢是要再来访中，那体现的就是巴基斯坦政府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好，不过现在也看到说这个巴基斯坦空军这边透露说，中国将提前6个月向巴基斯坦交付首批第5代隐形战机歼35A， 而且最早是在2026的第1季就会完成比原本说2026年年底的计划是大幅提前了。好，那这当然是一个新的突破，因为我们看到这次巴基斯坦在跟印度作战的时候，确实中国大陆的歼10它也是有很大的战功。好，但是我们看到这项的军购，就刚刚我讲的歼35A它可能会重塑南亚的空中力量平衡，对印度的空军会造成一个挑战。那巴基斯坦计划要采购40架的歼35A消息在2024年首次披露之后，也标志着中国首次出口第5代的战机。好，那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在印度跟巴基斯坦这场战役当中，歼10C 被认为说是很大的战功。那我们就看到了卖歼10C 的小女孩现在哇挺胸
这个昂首了，说感谢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哇，是排成了一个飞机战机的形状，然后现在下面写说 Thank you China。好，歼十制造商的股价当然是持续上升，那包含埃及、孟加拉、伊朗等国，现在已经对歼十表示非常有兴趣确实在这个印巴战局之中一战成名，也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制造的歼十。好，但是印度呢，原本跟美国关系不错，但是现在开始有一点疑美吗？好，印度公布了一些战利品因为它要展示嘛，我们自己也很厉害啊，我们有摧毁这敌方的武器它拿出什么呢？包含是中国制的这个 A100 火箭炮、霹雳15空对空的导弹，还有巴基斯坦的哈塔夫1的弹道导弹，以及土耳其制的神风自杀式无人机都在这边。你可以看到画面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有战机的，也是有非常办法摧毁敌方的武器所以这是他们开始公布了战利品。好，但是现在印度的节目主持人却是气扑扑认为说美国这边有点状况。我们来看这一段。Do with it 10 days back. Then he says 4 days back, I did it. Then he says everywhere, I did it, I did it, I did it, I closed it, I'm great. And now he says, I didn't really do it, but I take some credit for helping in it. There is no consistency between any of his statements. America has never been a consistent friend of India. And Donald Trump needs to do a lot more to earn our trust. 好，印度这个主持人说，其实也是蛮多国家大家的讨论川普真的是不确定性很高，而且感觉每次说话都怪怪的。好，确实现在这个有一点疑美嘛，因为从印度主持人的话语之中，可能也能嗅出一些印度民众的玄机。好，但是因为美中现在突然达成一个贸易协议这个印度的世界工厂梦似乎也被打碎了吗 ？BBC 的印度智库全球贸易研究所的这个斯里瓦斯塔瓦说，这个美中的日内瓦协议可能会导致原本从中国转向印度的制造业，现在投资停滞或者是又回流了。好，印度对美的出口40%的商品跟中国是高度重叠，所以也表明说，印度出口商已经开始填补部分中国生产商留下的缺口。所以这印度跟美国之间看起来越来越没办法好好的麻吉了。好，那在中国大陆这边的军工也提升了。我们看到印度现在指控说中国向巴基斯坦这边来提供卫星支援，但是北京这边看到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具体的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来进行了解是必答的。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画面其实这个是中国大陆央视所发布的他说赞中国从海上发射一箭4星说威武，这是在山东附近的海域古神星1号海射型遥5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总共有4颗卫星顺利的进入到预定的轨道，所以确实也看到中国大陆在军工上面不断的在进行强化跟提升。好，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同一个时间点印度这边的监视卫星发射却是任务失败所以一比之下确实有一些落差。好，但是印巴冲突最大的赢家是中国大陆吗？为什么？因为 BBC 说现在看起来这场区域性的军事对峙意外让中国的国防工业成为了最大赢家，感觉就像是 DeepSeek 时刻再现大家记得吗？ DeepSeek 在这个春假期间真的是影响很大。好，这美股也是往下重跌，一轮印象非常深刻。好，中国会成为武器大国吗？我们看到这过去5年来中国是仅次美法俄全球第4大武器的出口国，然后呢他们的77%都是运往亚洲跟大洋洲，14%运往是非洲。那2020到2024年这4年之间中国为了44个国家提供了主要武器，其中2/3都是送往巴基斯坦。好，确实现在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让全球因为印巴之间的战争变得蛮关注的。我们先请问教授。过去就常称说中国跟巴基斯坦是铁杆兄弟嘛，那巴基斯坦的武器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大陆这边所采购的，而且是成系统性的一个采购。现在的情况是，印度跟巴基斯坦他们虽然停火，但是还没有签下停火协定，所以他们只是往后延而已那印度到目前为止没有松口说好我们就不打了，还没有。
那一般来讲，我们的估计就是印度可能还在继续做准备，因为印度主动要打巴基斯坦的时候，他被打得落花流水而且严重的战败。那5架战机被打下来，而且巴基斯坦是完胜，这个是很罕见的事，所以也造成了印度他们的空军不太敢再出来，因为他也不知道出来多少被打架多少。但是问题就是，这不代表印度就会闲着，很有可能他又在重新做准备，然后他在克什米尔这个地区也在征兵，所以对巴基斯坦他的压力还是很大。那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到大陆去访问的时候，当然第一方面就是希望中国大陆尽快的把5代战机能够提交给这个巴基斯坦，让它维持有空中的优势最好是绝对性的优势。那印度如果要取得5代战机，可能没有那么早，因为5代战机唯一能满足印度的就美国，可是美国的 F-35它的生产赶不上需求，而且印度不会排在前面，那因此印度会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5代战机，而如果巴基斯坦拥有5代战机，它就可以取得空中上的优势，那这样的话是会有效的震慑住这个印度对巴基斯坦在做这个莽撞的无理的一个攻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大陆来说的话，还是很想要知道巴基斯坦怎么打下来的。虽然巴基斯坦是中国教出来的学生，可是问题是所有的军事专家还有科学家，他们都想要看所有的数据而且呢也要检视一下这个所获得的法国的残骸他们的情况，他们都想要了解。我觉得这个在这个部分里面，中巴的这个军事交流跟合作会再往上走，而且这个是很珍贵的资料我相信很多大陆的军事人员都会到巴基斯坦去了解整个空战的一个过程，这个对于大陆的武器的再优化再精进绝对有很大的帮助。印度现在是恼羞成怒了他们本来五架战机被打下来，还有好几位飞行员下落不明，有几位已经被救回来了，但是有好几位下落不明。5架被打下来，印度竟然10天狂欢10天庆祝他们5架被打下来，这个也很特别这个真的是人类间最特别的一个国家。5架战机被打下来，有人死了，然后印度欢乐10天，这真的是太特别了这个是我一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就是你5架战机被打下来，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知道内情的人都恼羞成怒，都愤怒不已。那他们有的人要挑拨中印之间的关系，苏杰生已经出来了，他说中国大陆没有透过北斗支援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个战争，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知道幕后的国际黑手已经进来了，要挑拨中印的关系，因为中印在慢慢的走向缓和。好，对，因为中印之间的这个边界问题嘛，其实也是常常有一些冲突。好，军事问题我们先问将军。我先讲一下这颗海上发射卫星是，其实你不要看海上发射卫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一箭4星？这一个火箭上面带了4颗卫星，可是这个火箭不大不像是在酒泉基地发射那个卫星都很大一颗。那技术在哪里？其实它有它的难度技术，但是在海上卫星，就我要射到太空哪个位置，我把船开到那个位置以后我再发射，所以我可以节省很多的燃料，节省很多的空间。那我可以这个很用比较节省成本的方式，我就达到我把我要的这个卫星发射到太空去。那当然，你这相关的科技，绝对比陆上发射要复杂，包括这条船等等相关科技。那代表说是中国在这个太空科技方面，它除了可以在陆上发射以外，它还可以在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比较安全啦我们知道火箭的残骸，像印度这次发射，它这个失败了，第3节火箭这个没有点燃就爆炸，如果说在陆地上面，就可能造成地面上面的人员的这个受到波连伤害。但是在海上发射以后，如果说万一没有发射成功，它掉到海里面就比较安全那我接着我讲说，从这次印巴空战，我觉得中国马上就会成为这个武器的输出大国，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来讲，中国自己武器都是他自己制造的，所有供应链都是他自己的。那这个事情在哪里我记得在10年前，这个解放军的这种庆祝70周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上面
啊，不管是天上飞的战机，或者地面上面通过阅兵台的导弹，或者是战车、装甲车等等。那时候那个指挥官很自豪地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今天所看到所有武器，全部包括每根螺丝钉都是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啊，这很重要啊，都是他自己制造，就是表示他不会被卡脖子，他自己供应链有完整的供应链。那各国如果说你跟他采购这种武器，就不会担心后续的保养维修的零部件被卡脖子，不会像美国来讲，因为它是商业挂帅嘛。”所以不管是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像现在最明显一个例子，当中国在稀土对它卡脖子来讲的话，这 F-35就做不出来了，它就没有办法按时交货了哈。所以对各国来讲，第一个它有完整的供应链，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你国家要什么它都有，你就跟推个手推车到大卖场去买东西啊，因为有的国家它不需要买到这个航空母舰嘛。它不需要买到这个歼20那么大的一个重型战机，它小飞机就可以了。像哥伦比亚歼10它就够用了。所以你要买大飞机，它也有；买小飞机，它也有。你买大军舰，它也有；你买小军舰、小炮艇，它也有。你买轮型车辆，它也有，适合高山、适合沙漠、适合高原的，它各种武器都有。我觉得中国经过这场战役成功之后，大家对它有信心以后，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军武输出大国了。是，郝岳教授怎么看？我跟你讲啊，大家对印度人不是非常了解啊。印度人有3大特色啊，第一个的话极其自信，啊，极其自信，多穷他都很自信。第二个英文超级好，这个主持人叫阿纳布啊，他是非常厉害的，我们这个中国人没英文讲得像他这个样子的还没几个了。我说句良心话哈。然后第3个的话呢，他们本身来讲的话呢，一直把自己当大国待见自己大国，而且要跟中国比。印度一定要比过中国啊，就是说在国际宣传上来讲，印度是很厉害的。好了，现在我们呢分成3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印度的副总理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对不起哈，巴基斯坦副总理外交部长跑到中国去谢恩了啊，他感谢一下，然后顺便的话谈一谈这个歼35的这个飞机要购买，这是第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一次啊，因为我刚刚说过哈，巴基斯坦的话呢，从来跟印度打都不是对手啊，巴基斯坦很惨哦。它人数差太多了嘛，然后那个经济发展上也差很多。但是这次的话呢，因为买了那个歼10C1啊，便宜又大碗啊，而且这白菜价7000万美金一台。那个阵风战机一台啊，2.44亿美金啊。那我们买的那个幻象2000的话，多少钱？你算了看啊。法国飞机的话，不管好不好，贵是一定的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说大家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印度的话呢，就是面对这个情况很丢脸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为什么很丢脸呢？我就说句良心话，在整个战争的思维都不一样啊，因为那个这个大陆的这个霹雳15啊，配合那个歼10C啊，以及它什么这个整个这个讯号这个 information chain 啊，就是这个信号链的话呢，他们是完全构成一个新的整体啊。实际上的话呢，那个巴基斯坦人都还没有到这个印度上空啊，那个飞机就在隔了差不多将近200公里被打下来，这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实战经验。啊，所有的人，包含所有卖飞机的人，俄罗斯人、法国人、美国人啊，通通都想要了解他那个残骸是怎么被打下来的。那第3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呢，这有关于这个2个一比较，这个古神星的发射成功在海上，那我这个技术难度很难，不要说印度这个监视卫星啊，这一发射变成大型充电炮以后啊，我跟你讲啊，我敢在这边断言啊，印度20年都爬不起来，真的被人家看扁，真的被看扁。国际政治只有现实，现实一定要从你具有实力的地位上出发。而你如果没有实力的话，人家没有实力，人家根本不会看得起你。像印度本身，你靠英文好啦，靠自信，这个都不管用。你真的要靠实力的话，那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至于说是大陆的这个军工会不会卖得很好，你只要看看股票，看看陈飞的股票就知道了。所以这一切的事情的话，就太明显，就称之为 DeepSeek 时刻。好，确实哦，这国际政治哦，就是非常的现实。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等一下再来谈。好，欢迎你持续加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要谈到就是川普跟普京的普普通话哦，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关注的，是全球性的。好，我们看到美俄元首通话哦，而他们讲了超过2个小时。好，川普没跟习近平讲到话，现在是跟普京说到话了。好，那他们讲什么议题呢？当然就是在乌俄战争里头在讨论嘛。他们是讲了之后呢，普京形容说这内容非常的充实，而且跟川普达成了一致哦，就是俄罗斯愿意提出跟
跟基辅就和平谈判来签署备忘录。好，那这备忘录当然大家也很关心内容，不过也没有继续讲下去哦，所以也要后续看他们怎么样来进行。但是呢，在跟川普的2个小时通话哦，竟然也大聊了梅兰妮亚，也就是川普的妻子哦。那普京是意外的大爆料。好，川普自己讲啊，他说普京刚刚说他们非常敬重我的妻子，我就开玩笑回应，那我呢？就普京说他们更喜欢梅兰妮亚。好，还是梅兰妮亚要跟普京来通话呢？我们在好，当然现在看到跟普京通话完之后，那个乌俄将立即的展开停火谈判，这是川普所说的，而且他还讲说梵蒂冈现在有意要来主办这个和谈。那川普跟普京通电话之后，也坚信说一定会发生变化的，毕竟我已经跟普京通了电话嘛。好，但是呢，会发生什么呢？他说，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他就会简单的退出然后他们就会被迫要继续的谈判。川普感觉就是一个买空卖空的人，好像都不吃亏。那我们也看到泽伦斯基也有跟川普通话之后，也考虑说要召开乌俄美欧英会谈好，他把这些人都抓进来了，不要只有我乌俄美谈欧洲跟英国也要进来会谈。那泽伦斯基说，希望考虑召开所有各方的高层会议，这地点可能会在土耳其，或者是梵蒂冈，或者是瑞士，都会属于比较能够接受的国家。好，那这样子拉进来了欧洲，可以吗？其实欧洲现在也不信川普能够调停我们看到德国的外交部长，他认为说跟王毅首次通话，似乎也觉得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停战的部分可能要负一些和平上的责任他是认为说，因为乌俄这个战争触及了欧洲根本的利益所以中国必须要在和平当中负有责任。好，那丹麦的外长访华也就中国对俄罗斯有问题的部分要支持坦诚对话，他希望中国利用对莫斯科的影响力，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吧。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欧洲蛮多国家对于中国大陆其实是更有一些这个期望，希望能够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好，民调也看到65%的俄罗斯人其实认为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最友好而且最为牢固的。那俄罗斯现在也在拓展跟中国的经贸合作像是19、20号在哈巴罗夫斯克俄罗斯制造拓展经贸合作领域会议的框架内，他们就举行了俄中论坛，那讨论了一系列支持俄罗斯产品出口，而且在中国市场推广的一些措施。好，那现在美国原本不是自称世界警察吗？似乎也靠不住我们看到西方是抱团取暖，这包含的是 G7 财长本周将在加拿大的班夫举行会议而且预料这会议就会聚焦到川普的关税政策上面。所以讲到了加拿大，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川普不是一直说要并吞这个加拿大成为51州吗？现在这个卡尼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到了欧洲他本周展开首次的海外访问，就到欧洲这边去，当然有他的目的性，他要意图重塑加拿大的国际定位，而且还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有经济主权，我们不是只有美国可以依赖所以其实蛮强硬的。好，那也看到英国脱欧之后首次的英欧峰会也推重启合作的关系。好，这个是英国脱欧5年以来的首场双边峰会就是为了英欧关系重建一个奠定基础，特别是在防务跟贸易领域上面加强合作。那双方在这历史性的会议举行的之前，就3份关键的协议谈判达成了突破。好，突破什么呢？包含有些像是这个英国水域的部分呢，也就是双方达成欧盟船舶可以进入到英国水域来进行渔业捕捞12年的协议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点。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关税冲击之下现在全球的贸易局势非常紧张，欧盟大幅的调降2025年欧元区经济成长的预测，从原本预估的1.3%，现在下修到0.9%，算是有一点幅度好，那欧盟去年11月也预估说2026年欧元区的经济成长率是1.6%，现在也下调到1.4%。好，所以现在欧洲的内部经济真的是惨上加惨所以这川普的关税真的是让全世界的经济像洗三温暖一下好一下坏每天看这个股票也都是起起伏伏的，我知道观众朋友一定很有感觉。好，我们先来问教授。
对，一个是俄乌战争，一个就是川普的关税战，这两个一直困扰欧洲，让欧洲一直摆脱不了这个困境。对，那他们的经济一直困扰欧洲人，经济如果一直困扰欧洲，他们的社会秩序、社会治安就会一直不理想，整个政治的动荡不安、示威、罢工、游行，影响内政嘛。影响会内政。我觉得这个对于欧洲来讲很困扰，他们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束手无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普丁确实是谈判老手，他太了解这个川普了，他把川普的毛理得顺顺的啊。你看啊，他知道川普喜欢被恭维啊，所以普丁就很会恭维这个川普。他知道川普以他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太太为傲，他就赞美他的太太。然后呢，他知道川普很想要展现他是对于普丁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个领导人，对，他就顺着川普的性子，所以川普在白宫记者会里面就是说，我相信我可以很自负的说，一定会有所改变，如果没有改变，我就退出。其实普丁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只希望你美国就是川普不要再介入这场战争，不要支持乌克兰经济、金融、军事，不要支援乌克兰，因为只要你没有给他们这些东西，那乌克兰、欧盟、普丁看不在眼内，也就是说，欧盟的能够援助乌克兰是有限的，乌克兰的钱耗尽了，经济耗尽了。而且他的武器耗尽了，乌克兰将打不下去。那在这个时候，俄国在乌东地区的战争将会有更快的进展。现在的进展是很缓慢，有进展，但是很慢。但是如果一旦乌克兰没有武器了，或者弹药不够了，那进展就很快。所以对普丁来说的话，那怎么样顺着这个川普要的，就是停战嘛，停火嘛，和平协议嘛。但是问题是停得了吗？停不了。那么和平得了吗？和平不了。所以一定是边打边谈。为什么？因为普丁跟这个川普讲了2个多小时以后，其实什么都没让。他只说要谈可以，到梵蒂冈谈也可以，但是问题就是战争的根源要解决。对，我也看到这个，对不对？看不懂那个，没有细讲。战争的根源就是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所以乌克兰绝对不能够加入北约，永远保持中立。还有他所占有的土地，俄罗斯人比他多，所以都归俄罗斯。乌克兰怎么可能答应嘛？所以其实是根本完全没有解答的一个谈判，对不对？好，我们接着问苑教授。这通电话打了啊，然后呢，这个川普跟这个普丁打了电话，双普通话。然后的话呢，川普现在也跟泽连斯基通过话啊。川普跟普丁在通话的过程当中，讲到没话讲啊，聊到老婆了啊，这么重要的电话，这么多人这么在期盼他们会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啊？实际上的话呢，这个我们在国际关系上有一句话，凡是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你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啊。那么反过来讲的话呢，你在战场上已经得到了，你休想在谈判桌上被拿回去。那普丁现在的立场上来讲得非常清楚。对于他来讲的话呢，现在俄罗斯呢有3大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很明显的，那个川普是支持普丁的。我跟你讲哈，你这个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你越急着要停火，那普丁这个老滑头他就不急啊，不急以后呢，这个是他第一个优势，他不急啊，所以说表现出来那川普的话每次都强调自己很重要啊，那这个没有用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普丁在5月9号的时候呢，跟这个习近平主席他们之间呢没有到手拉手啊，但是坐在一起啊，那参观阅兵啊，然后那个应该说是纪念呢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啊，这个80年纪念嘛，这个也说明了他们背靠背的关系。然后第3点的话呢，就是呢这个俄罗斯的士气大涨啊，就是说从这个川普一上台以后啊，这个征兵16万人啊，哇这不得了，刚好相反啊，那个乌克兰啊逃兵7、8万人啊，这个差别太大了。大家要了解战场上的话呢，你能够征到兵啊，就是士气啊。你能够逃兵很多啊，你大家都算着稳输的话呢，就会出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大家就可以了解到，那这个当中呢，这通电话打完了，我看了一下报道哈，那英国人啊、法国人啊、这个比利时人啊，都认为
这个是没有用的，完全无助于停火啊！就他们会认为说，这川普太过于依靠俄罗斯。那川普本身对于这件事情呢，就是表现出来就是很大的不耐烦。他就2招，一招的话就说俄罗斯好，另外一招就那我就退出来了啊，永远是这2招。但是这里面实际上的情况的话呢，比较可怜的真的是乌克兰了。大家要了解啊，乌克兰的情况下，因为泽连斯基啊，我们现在慢慢讲啊，我说句良心话，他的处境也非常非常的可怜呢、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这么凶，那欧洲的话全力支持他，那乌克兰境内也都在支持他，连那个乌克兰的对手都没有人敢出来选总统，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啊，他现在只能够选择地点。但我最后要讲一句话，你想要把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结束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够分量的大国的，能够维持和平的。站出来，这个才会有结果。那现在举目一看，这个是哪个国家？大家心知肚明了。好，那我们要继续请问的是将军。我们看这2个国家到底是在演一场戏，跟自己国内的国民有所交代哈。其实这个普京倒不需要跟俄罗斯的国民交代了，重点是川普他要跟美国人、跟全世界有个交代，代表说他竞选时的诺言，这个24小时可以停战哈，他很认真在做。我想仅此于二。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5月19号的谈判啊，双方通电话了。那5月18号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很有普京的风格哈。5月18号那天，这个俄罗斯发动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最狠烈的无人机攻击，总共发动273架无人机，从北边的苏梅州到基辅到哈尔科夫，哈，全面性的273架无人机的攻击哈，这是俄罗斯干的。俄罗斯第二件事情哈。这个他说，但是乌克兰讲的，乌克兰说什么？俄罗斯要在5月19号试射1枚洲际导弹 RS-24，RS-24是什么？叫做雅尔萨斯，那个是美国他们最怕洲际导弹，上面带了4枚核弹头，这个说要试射在5月19号。那我觉得放这种话出来很符合普京的风格。大家不要忘了，普京跟这个德国以前总理梅克尔见面的时候，他特别带了一只狗在那个地方。那是不是先用狗吓你，先用这个导弹来吓你美国哈？这个在气势上面我就先赢你。那我们接着下来看，这次来讲谈判双方谈的内容里面，你觉得可不可能达成？当然，俄罗斯普京讲的说，这个乌东4州哈，你都要退出，你乌军的部队都要退出。我讲一下，我给各位一个数据，你就知道这个乌东4州退出对乌克兰的这个情形是怎么样。其实俄罗斯占领。这个卢甘斯克只占领99%，算很多了哈。但是顿涅茨克它只占领了70%，然后扎波罗热它只占领65%，那赫尔松它只占领70%。那普京就说：“我还没有占领的，你也要退出。你认为说是美国有可能，或者是说泽伦斯基敢答应这个条件吗？”那泽伦斯基他事后他通了2次电话。在这个川普跟这个普京会谈之前，先跟他打了一个电话。那双方讲什么不知道，但是第2通电话是跟普京通完话以后，他又通第二通电话。这个泽连斯基很紧张的出来说，第一个对不对？必须要停火。第二个他讲的第2个条件是要对俄罗斯制裁，然后占领的土地全部要退回来。你想想这2个国家有没有诚意在谈判？第3个条件哈，这个美国哈不可以在没有我这个乌克兰参加的状况之下，跟这个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